小伙伴们，11421，11421呀！啊哈哈！哎，小伙伴们，上午好了，10:32了，12点起跑，11:05结束存包。我们现在就直接走到存包那儿，跟跑团的小伙伴们打个招呼啊，包一存，就准备。这是第2次跑12点起跑的比赛，因为这个时间段太冷了，天气现在不错。现在看看啊，看现在的气温，气温8摄氏度，体感7摄氏度，刮风使人感觉更冷。柯南铜像，我看那边，感觉很专业的样子，已经开始热身了。去年10040的原因是去年不是陆联报名的，不是陆联的报名的人里，我是报名成绩第40名。今年是16几，就是我是报名成绩600多名，但是我是陆联报名，也就是说我在所有在日本田径联合会注册的人里，今天的报名成绩是600多名，1小时16分24，600多名。我不知道1小时16分24在各位可能家乡城市大概是什么水平？我觉得还行，小心脚下。但今年没有去年那么混乱，今年好像人少很多。就基本上存包区域、集合区域，您的家人朋友都能跟着去，没有拦截线。大本营公园也是几乎开放的。直到今天早晨10点50还能领号码呢，就是在右前方那儿。我昨天来过一次。我发现今年穿 Nike 的明显少了，但是我看到你看跑步那位穿的是超级飞马，这双鞋不适合跑比赛，尤其是半马比赛。今天那个大阪女子国际马拉松精英赛事，我们跑团有5位女士参加，这是第一次这么多人。那个比赛要求的门槛挺高的呢。你们看那一片写着 C 呀、F 呀这些，就是一会儿集合的地方，就是这个选手们就在这些围栏里集合，集合完了以后带着出到那边的马路上。这是个国际田联 ARMS 日本田联都承认成绩的比赛，是个挺好的比赛，但是其实也是个小比赛，报名也不抽签儿。然后据说最后好像是报满了，但是他们说过了好久报还能报呢。哎，这方阵的地还特别离过，你们看，我的存包车在最那头呢，我是1号。那11:05结束存包了，你见到小伙伴们就存包了。我看到了水泽先生、平田先生。平田さん、水沢さん、頑張りましょ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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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ファイト。ありがとう。おはよう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ああ。はい。はい。頑張ろう。ありがとう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穿衣服。每次比赛吧，就是这个穿拖鞋特别的耽误时间，我这手也特别笨。今儿这双惊叹3 Turbo 只穿过1次10公里的比赛和1次训练。那比赛一定就系一死扣，完事以后慢慢解，千万别赛中就开了，赛中一开就彻底尴尬了。好，然后把我的相机拿出来，这次还是2个，不是还是去年是1个，今年是2个，一个吸在后脑勺，一个搁在衣服里，之后然后把这 POD 别上，
然后这次比赛准备2个能量胶，一个咖啡因的，一个不是的。这是第一次半马吃2个，试试看是什么体验。这有这种侧兜就是比较方便，一边一个。就是比赛就是这样，你准备的再充分都有不充分的时候。比方说神户那时候，那天热的都晕菜了，我都忘了哪个兜里装的是哪个了，拿出来看，最后还是错了。然后就是这个组委会发的保暖服，保暖服，10点44，时间足够。可能是。他就给了一垃圾袋儿。对。对吧？对。真的假的？这有意思啊！组委会发了一个垃圾袋，然后自己撕开，给套上。行，我的包也检查好了。看看这个存包，这边存包的袋儿都特别大，特别好，直接把双肩背放进去，看没？巨大。就还是系一个死扣，再系一活扣，这样保险。怎么样？走了，存包。看这位先生的穿着 ，Scoy。对，就今天这种气温特别适合，像那种西装大叔那种。今年比去年热，今年觉得有点晒脖子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哦，厕所开始排队了。出现个小意外，我本来带了一袋那个液体电解质，然后最后出门的时候给忘了。能忘就忘了吧，这个半马比赛其实这个天气不重要，这天气就吃不吃都行。但是我以防万一，你看我还是比较机智的。你看啊，哎，我这儿还藏了一片，哈哈哈哈哈！这次长教训了，我没有用塑料袋。去年你们看我的大阪半马的比赛，就是10几公里那段水战那段。我为什么大喊大叫的？就是因为那袋拿出来怎么都撕不开了，然后撕开以后呢又倒不出来，又不敢倒，怕掉地下，就只能伸手掏，那块可艰难了。今年就一切以这个轻松为主，哎，小伙伴们，现在是礼拜天中午11点22，已经在 A 区了，在这儿等，然后。就跟我节目里说似的，直接从这儿带出去。这么多人在这儿了，看，给大家看看 A 区选手们的鞋啊。Asics 的 Meta Speed， 然后这2位都是 Vaporfly， 然后这位是阿迪达斯，远处的是昂跑，哦，还有这个彪马。还有阿尔法布拉，阿迪达斯，我这双鞋少见呀，这是 Nike 的那种薄底鞋，阿迪达斯，阿尔法布拉，这双是2代的阿尔法布拉，然后 Asics，前面还有阿迪达斯。还有好像还有1代的阿尔法布拉，Nike、阿迪和 Asics 还是最多的。看我，我们出发去起点了。我看这牌才弄明白，你们看可能看不清了。从 A 组是1001到1041就结束了，然后是从1501到1781就结束了，等于从前面开始算有500个空的数字。那可能前面的41位是邀请选手，
然后普通选手的陆联登记者是从1501开始到1781，一共是281位。哦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这位 A166，这应该特别像去年在我前面就冲过终点就摔倒那位先生，衣服是一模一样的，好像是他。我们现在在放起点前进，今天出发的方向是逆风，你们看这个刺老大，出发的方向是逆风，加油加油！就感觉特别熟悉，老是这几个人。你们看这位外籍选手，我记得去年我边上也是一位个儿巨高的外籍选手，但是我不记得是不是他了。这位先生我非常确认，就是去年在我前面冲线的那位，特别了不起。但愿今年我还能追上他，陆陆续续的有选手去边上的卫生间和小树林里。今天有点热，今天太阳晒脸上是那种热的，今天比去年热。30秒。我看到平田先生了。哈哈，发枪了，平平无奇。走。マキさん、入った。楽しみましょう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
前面那位1706可能是那位看，就是在神户结束后遇到那位。第1公里3分33。哦，不是他，我认错了。行，一会儿再拍啊。学生们过来了，远远的。哇，好庞大的部队啊！这个比赛水平太高了，看前面的选手们跑的都特别快，水平非常接近。看这个黄色牌子的都是学生，学校的学生们，人家各个大学的。后面有零星的，有 A 组的了，女选手。人有点多，我可能找不到他了。应该是已经过去了，这儿已经。水沢さんファイト！应该是已经过去了，我没有看到他。前4公里倒是有点快，目前整体平均配速是330。再有几百米可以看见折返回来的第一集团，右边。この大阪ハーフマラソンの歴代選手の記録の中で、歴代第2位の記録を持っておられます。2021年、記録2時間25秒、2時間21秒の記録で、この歴代4の記録に岡本選手持っておられるんですね。さあ、こういったトップランカーの最近続け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、さあ、ご覧にいるのはたくさんの応援に声、いいという声がですね、上がっていました。さあ、それを受けて、噛み締めながら岡本選手、最後にこの大阪ハーフマラソンを去年在这儿就看见第一集团了，今年比去年快。
看见了，来了。前面是第一个饮水点。看到喜欢的，对。哎，前面的人碰到一个杯子掉我鞋上了，赶紧又给甩开了。高速架太难了。哦，好大的风！上1公里3分29，5公里了。多跑了40米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多跑的，没办法。尤其是这种折返，谁都跑不到最短距离的。但是比赛只按最短距离量。我要稍微减一点，太快了。女子全马的第一方阵，第一集团。前面有男子抽筋儿了，右前方。上1公里3分32。到这儿才真正13，多跑了80米。
像没有认识的。我们有5位跑团的朋友参加这女子国际全马。后边大哥喘的不行了，我其实要不是为了录像，我也喘的不行了。但是跑到这儿就这样想，前面右转，再左转，直着跑2公里就进公园了。女子这个刚刚跑了几公里，去年摔倒那个还是前年，就是在前面这儿右前方这儿。上1公里330，看见前面横着那高架桥，就该左转了。哦，这会儿好难呀！逆风上坡。啊，下了，放弃了一位，这儿连续上下。あっちから撮る。もうすぐ走りだね。早いね、すごいね。頑張れ頑張れ。哦，真的是舍乐君哎。18公里，第18公里3分29，多跑了100米。还有500米进公园。
看。上1公里3分28。前面19公里，1小时，差不多1小时07。最后2公里加90米。跑进9分钟就 PB 了。
2公里，3分27。333。
啊啊啊啊啊！没有忘记向赛道鞠躬，赶紧结束，别到时候成绩没了啊！下雨了，最后进体育场开始下雨了，啊，太有仪式感了啊！1小时14分21啊！太棒了，小伙伴们，真的是我，还加油的学生们啊！看今天能量胶没有洒到腿上啊！惊叹3 Turbo， 今天的整体感觉就2个字，但是我放不出来。还有谁？1小时，我看这位好棒的身材，这就是老天爷赏饭的身材啊！棒啊！哎呀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我已经没有精力看家数了，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这场的心得，好吗？不知道家属赶没赶到，因为我们是按照3分35的成绩的配速来计算的。小伙伴们，11421呀！啊哈哈！哎，我们到地铁站了。回家之前跟大家汇报个成绩，跑了21.21公里，比去年强一点。去年好像是21.23，1小时14分20秒68，平均配速3分30，等强配速3分29，最快1公里3分24，平均心率178，消耗1192千卡，累计爬升46米。所以大阪半马是个很容易出成绩的赛道，虽然有180度的折返，但是累计爬升很少的。数据都在屏幕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运动表现出色。看我的配速区间基本都在乳酸阈值，后边在速度耐力，就没有有氧区间，心率区间都在速度耐力区间，挺能顶的。平均步频212，最大226，步幅1.35米，垂直振幅比4.0，垂直振幅5.5厘米，有氧效果3.8，无氧效果4.7，最快的1公里是第3公里3分27，很累。看看咱们的公里配速吧，我就不一公里念了，基本都在3分30，最后3分33，最后1公里确实是冲不动了，虽然再冲不动了。就是这比赛就是这样，跟大家说心态，没有放烟雾弹，这场确实一开始是稳定输出，我就想着我要稳定输出，但是稳定输出到第4公里，我一看怎么那么快呀？那时候平均配速在3分30，我说这不行啊，我的10公里 PB 才3分29。但是说心里话，真心的不累。然后到8公里我更害怕了，我记得我那个当时好像在拍摄，我说我得慢一点，但是关了相机以后没有慢，感觉还是腿很有力，就很有力。然后到13公里那个水站，看见女子冠军方阵过来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去年那时候已经不行了，那今年好像游刃有余，我还拿了2杯水。然后到17公里啊，不对，16公里的时候，我记得去年那时候有一个专业学生的那个运动员在那儿掉了，突然就掉了，当时给我心理打击特大，因为那时候我在那儿已经真的不行了，就凭意志在坚持了。今年到那儿还是没事儿，然后马上就左拐了，左拐就看见那乐队了。我老是看着我追上前面2个人跟一会儿，追上前面2人跟一会儿，人前面都是挺专业的人，但是追上他们以后跟了10几米、20几米，觉得哎呦好慢呀，是真的不是瞎嘚瑟，不是装，真心的。我真正开始说我要冲成绩是18公里之前，我快到18公里的时候，我一看时间，我就说后边3公里都跑4分配速，我就 PB 了，就稳 PB 了，就进116了。
然后我说那加速吧，就冲吧。然后进公园的时候，坦白说那个拐弯，我开始开机拍那个进公园拐弯的时候，我有点狼狈，因为那是这样拐一个死弯进公园，就在那儿。进来以后再右拐，然后右拐马上就是上坡、下坡再上坡，然后一个弧线再加上风，这是我说那年2020年跑无锡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无锡最后那块就是我特别不喜欢这种 S 型的弯，就不适应。那儿完了以后觉得腿有点没劲儿了。那时候马上是19公里对，马上19公里，然后到19公里我一看，我说最后2公里多一点，我跑进8分钟，我就进1小时15了，哇！当时都不行了，我说怎么可能呢？然后呢就冲吧，但是那时候我遇到了特别艰难的情况，在公园里那时候是阴面，然后顶风突然特别大，然后就有点跑不动，脚底下有点晃了已经，然后快到体育场，我知道家属在体育场门口，但是也实在来不及看，一点精力都没有精力做表情管理了。冲进体育场，当时本来想着冲进体育场就踏实了，稳定的 PB 了，稳定的净成绩进1小时15了。但是呢，这人就是体育场第一个100米，左手立着那个枪声成绩的牌子，一看是1小时13开头的。我说那我能不能把枪声成绩跑进1小时15？我知道有难度，因为那时候113快114了。还有200米，200米大家也知道大概什么概念，差不多就是1/5个1公里嘛，那就是将近1分钟。但是真的挺难的，你想体育场还有半圈呢，我说冲吧，你们很少听见我最后冲刺的时候发出那种啊的声音，应该是进了。我记得我起跑大概是30多秒，我最后11421嘛，可能枪成绩是114.5几，因为他们这边证书枪成绩印的大。我想有一个114开头的，我真的不开玩笑，就跟那天10公里完了之后一样，我从来没想过我今生可以把半马跑进1小时15，从来没有想过甚至能进1小时14分30。哎呀，就不跟大家多说了，千言万语的心情，我现在抒发不出来，真心的。等我平复，过2天跟大家认真复盘一下这场比赛，就是这样，就跟我说那个超级赛亚人的状态一样，就是要打沙鲁的时候的那个状态，就是稳定输出，有时候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状态。你越把一个事儿当一个事儿，这事儿一般都不行。不能太怎么说呢？不能太拧。这1年的训练 ，PB 了2分03秒，21公里，每公里平均快了。不敢想象。行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详细的等我的复盘视频，赶紧回家，咱们下回再见。